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那忍者必須死已經邁入了3週年，距離主播的版本預測第一版已經過了1年了。那這部影片將會為各位帶來過往的角色回顧，以及未來角色跟武器的展望，還有即將到來的卡池跟活動的推測。在影片開始之前，還是要先說一下資訊來源於已經上線的忍者必須死陸服，跟對於過去版本的總結整理。那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老樣子，我們先回顧到 0.5 週年，也就是當時剛轉伺服器不久的時候，陸續由龍焰、雪舞、伊賀稱霸當時的版本主流環境。其中在今週年推出的超威屬於較少人使用的角色啦，而在龍焰之前的忍者屬於第一代忍者，以現在的強度定義基本上是垃圾，所以我們就不多加赘述。而不知火舞身為第一支聯繫角色，因為是限時聯動角色，本身定位不太明確，現在也变成少用的角色之一。在我們往後看到 1.5 週年，洛線登場讓水系再次偉大，本身也在水系支撐了1年半。而西蘭作為第一支滴水角色，6命到目前仍然有非常多的出場空間。2週年的部分，對於飛展加強後同步在2025年1月上線的虛實，也成為很多人XP的代名詞。再來，我們看到了 2.5 週年附近，這邊出現了一個騷操作，機制更好、泛用性更高的紫源被砍了一波係數之後，在4月中作為2代與3代忍者的跨度登場。也因為紫源的係數被削， 2.5 週年版本的主 C 位裡還穩坐版本主推的寶座。而在9月底的營銷，作為版本跨度的踏腳石，試圖發揮它最後的功能來輔助紫源，但目前看起來手感跟機制遠輸原本的西蘭跟虛實，成為課長的玩具而已。而現在則來到了3週年啊，也就是準白的登場時間。再來，主播就來展示接下來的出角預測。對於未來，主播有2個推測版本。首先是比較保守的推測，也是官方比較手下留情的出角方式。先在4月中旬上老闆娘踏腳，讓玩家有時間養成準白。在6月底上線雙刃伊賀，也就是風系伊賀的進化版本，轉化為水系之後的大爹角色啊。之後洛青徹底的退場。那再來9月底上線冰西蘭，也就是6命西蘭的單人版本，讓水鶴的傷害上限更高。那之後12月底上線火系雙交，結束衛里1年半的火系統治。再來我們看到 4.5 週年。週年前沒意外應該會有一支聯繫，也就是銀。那這些角色可能會跟隨雙交，在1月底登場或者在4月中當過渡，然後 4.5 週年上線雷系大 C 營銷，也讓稱霸雷系2年的紫源退出版本。至於明年9月底有可能會推出新版本的小葉，作為聯繫角色重新登場輔助營銷。而5週年目前沒有消息，只能用猜的。從規律來看，應該是風系大 C， 就不知道會是誰了。當然還有個惡魔版本的出法啦，這個是小白急着變現遊戲的時候才會出現的可怕出角節奏，也就是水鶴削弱後當成間週年來出，3.5 週年直接上到雙交，之後再補9月水聯繫給伊賀，4週年直接出雷營銷，讓銀變成1月的火聯繫登場。整體節奏壓縮到1年出完，而這也是去年從紫源到準白的出法。不得不說版本進程快到爆，我個人比較希望第一個版本預測中啊，而不是進展到第2個版本，但也說不準。再我們同步一下武器的部分，紫源與紫電白紅在4月中登場，而紫電的第一次復刻在8月25日。再來衛里搭配諾里雙生，雙生在7月初首次登場，在10月29號第一次的復刻，可以看到復刻差不多間隔4個月。然後福明九淵作為第一把二專在9月中旬登場，目前為止二專更像是來削錢的，以主播個人的觀點是看看就好，別抽。然後3週年在1月初鏡滅手勢登場，這一波結束後要復刻可能是5月的事。然後2月初上線的八旗小手槍，作為紫源的二專，但也是爛爛的，除了係數能看，其他都普通。再來按照版本預測1來對應武器，首先老闆娘對應風月寒秀，屬於無腦跳過就好的武器。7月初登場重雲之雙羽，水系必抽的伊賀專武，抽水象資源建議都留給這一把。再來伴隨冰西蘭登場的是紫源的二專破雲槍，這把不同於前面的偽專武，是屬於真正的紫源二專，到時候主播如果有測評可以再看看。然後2027年的1月會登場百煉錘子，屬於雙教專武，聽說蠻好玩的，下一部影片展示。
然後武器資訊就不多了，只剩下一把破霧冠羽作為營銷的專武，可能在2027年的7月初登場。最後來分享一下近期的版本預測，最靠近的應該是紫源跟紫電的復刻，有機會在2月25號重新復刻，到時候紫電應該會有新的幻化，然後為你在3月底復刻，雙生也應該是幻化雙 up 值。比較特別的是，如果跟隨老板娘，有可能是武器巨闕，也就是為你的2專大劍一同登場，4月中旬可能有機會。最後來到6月底如期登場水一鶴，這個是目前主播覺得高幾率的出法。然後是活動的部分，2月25號登場的第一個活動，沒意外會是虛擬幻境，銜接異鬼入侵，然後是古博的歌謠，最後萬川修行。只能說活動來去都一樣，是真的蠻容易讓人無聊的啊。反正那個時候主播可能也快沒空了，就慢慢看看。以上就是對於接下來的版本預測，下一部影片會對於未來角色進行展示，歡迎各位觀眾在這部影片下面討論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，拜拜。